这次要拆解和测试的是一个体积小巧但动力十足的桌面音箱，这就是漫步者的 N300。官方数据说，它的净重大约有3000克。左声道是副音箱，里面只有喇叭，有1448克。右声道是主音箱，会重一点，有1597克。N300放在桌子上真的不怎么占地方。每个声道只需要10厘米的宽度，垂直高度也只占用了17厘米。为了避免数据造假，有一些测试我会展示专业数据，而且每一个测试我都会做阶段性的总结。如果你不想看专业数据，可以快进到总结的部分。昨晚特地没有断电，让它待机工作了1个晚上。昨天走的时候是停留在声卡模式，到现在还没有自动关机。待机功率平均是 1.96 瓦。一晚上没开空调，这里的室温是31度。注意看这里，颜色越白，温度越高。最热的地方还是在箱体的背面。待机工作了1晚上，导向孔的这里有 43.7 度，推测箱体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有50度了。这个温度对于箱体里面的电路板已经算高温环境了。现在把输入换成模拟信号输入，可以看到平均的待机功率是2瓦。把输入换到蓝牙模式，蓝灯快闪是蓝牙的等待模式。现在的待机功率平均是 1.95 瓦。过了30分钟，没有任何连接，蓝牙进入了隐藏模式，蓝灯呼吸闪烁。现在的待机功耗平均是 1.94 瓦。从总体数据看，模拟输入的待机功率会偏大一点点，其他2个输入模式的待机功率都很接近。虽然每天的用电量不是很多，但也会增加额外的用电，这并不环保。再加上刚刚测出来长时间待机的机内温度接近50度，这会缩短电路板的寿命。为了环保，不用的时候还是把电源拔掉吧。机身上面标注了 N300 的工作电压是100到240伏。现在我把输入电压降低到了交流40伏。注意观察，一会儿电压升高以后，它启动，指示灯会点亮，这里的功率显示会大于0。50伏、70伏。75伏，它现在启动了，指示灯也开始工作了。换成声卡模式，连上手机试一试。它的最低启动电压是75伏，继续升高电压，100伏、200伏。250伏。从刚才的测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，N300 的最低启动电压是75伏，超压到250伏也可以正常工作。
你们说 N300的3种输入方式哪一种的声音会更好听一点？现在做一下准备，去播放3段相同的音乐，做个对比。其实蓝牙的音质可能是最差的，因为蓝牙技术的限制，音频都会经过压缩以后再传输。声卡模式呢会比蓝牙要好很多，因为 N300就相当于一个外置声卡，音频的传输不会有压缩，就不会有细节的丢失。模拟信号输入呢可能是音质最好的，因为厂家可以全套的让它工作在最佳性能。最后决定音质的是你的手机或者电脑的声卡能力。现在我连接示波器是要看采集回来的声音是不是有失真，然后我会用我做的这个测试音频文件，它输出的是-1 dB， 让它去驱动 N300， 最后在录音机的这里，我要调节它的电频在-5 dB。这样我就能保证在3种输入方式下录到同样大的音量。后面的这3段录音，我建议你用好一点的耳机去聆听，因为用手机外放，可能你听不出它的区别。蓝牙模式我会用漫步者的 APP 去优化它的连接。先在设置里面打开 LDAC， 选 96K 采样，也就是开启了小金标，然后把音量调到最大，最后把音效模式从音乐改到 DIY， 而且不做任何调节，保证下面全部是0。最后我们播放。知不知道为什么录音机用充电宝来供电，而不用这个插电的充电头去供电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减少地线环路的干扰。这个蓝牙输入和这个声卡输入都是数字信号，不会出现过载失真。但是模拟信号输入就会有一个极限，一旦超过了就会过载失真。参数表里面标注模拟信号输入的灵敏度是550毫伏，换算成峰值是 1.55 伏，相当于-3 dBu 和-5.2 dBV。先给它输入一个峰值是1伏的信号，频率调到1000赫兹。黄色的波形是输入信号，蓝色的波形是录音机回路的信号。现在慢慢加大峰值，这是输入信号的峰值电压。注意观察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幅度变化。有点意外啊，原本以为它在过载以后会产生薛顶失真，也就是声音会变得很难听。但是它没有，它只是在输入峰值超过 1.5 伏以后，它的峰值不再跟随变化。我在现场听到的声音是输入超过 1.5 伏以后，音量不再变大。我推测里面用的是数字限幅技术，对幅度超过 1.5 伏的信号进行幅度限制。
只有信号幅度低于 1.5 伏，它才会跟随变化。最后总结下来 ，N300 的模拟输入要保证不失真，最大只能输入550毫伏，也就是峰值 1.5 伏，相当于-3 dBu 和-5.2 dBV。你可以直接把它与民用的-10 dBV 的系统连接在一起。官方资料说它的低频下潜能到58赫兹。从模拟通道给它输入一个58赫兹的信号，先把幅度加到峰值 0.5 伏，这是为了避免房间的回声叠加在一起产生干扰。黄色的是输入波形，注意看蓝色的回路波形，没有明显的失真。留意喇叭的振动幅度。现在把信号的峰值加大到 1.5 伏，这是 N300 能承受的最大输入。现在这个是导向孔的气流情况。从测试的结果看 ，N300 能在58赫兹的情况下轻松地推动空气，产生强劲的低音振动。现在我们对全频段进行一下扫描，如果你听到了杂音，说明 N300 在某个频段有失真。先扫描58到200赫兹，注意听有没有杂音。这个频段没有杂音，随手停了几个频点，蓝色的波形也很完整。现在扫描200到2000赫兹。这个频段也没有杂音，而且随手停的几个频点波形也很完好。现在扫描2000到10000赫兹。这个频段的扫描也相当的平滑，没有一点杂音。你的设备可能在接近10000赫兹的时候声音很小，不过我这里采集到的波形音量还不错。最后扫描10000到20000赫兹，这个频段有点考验你的耳朵还有你的设备，听听看到哪个频率的时候你听不到了。现在是12000赫兹、14000赫兹、15000赫兹，我基本听不到了。
19千赫兹，我完全听不到了。但是录音机可以录到这个声音，幅度还比较大。这个测试得到一个结论 ，N300 在58到20千赫兹的频率范围内，通过仪器的显示，没有可以察觉的失真情况，而且在接近20千赫兹这样的高频，仍然有足够大的音量输出。用我这台电脑播放视听音乐，我还是有自信的。注意看这个峰峰值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这就是声卡要么本身质量不好，要么就是没有正确的开启音效或者均衡器，所以没法把音频文件里的声音真实的播放出来。刚才播放的就是这个扫频文件，打开以后，里面要求声卡按照固定的音量播放，但是它实际输出的峰峰值，也就是音量，忽高忽低的，完全不按要求去输出。现在把示波器的探头接在我电脑的耳机输出孔，注意看这个的峰峰值，小数点后一位，稳定不变，说明我的声卡是按照音频文件的要求，在真实的还原音频信号。还记不记得刚才测出的结果 ？N300 的最大输入电频是峰峰值 1.55 伏。我把电脑的音量开到最大，扫频文件的数字音量是0 dBFS。最后输出的模拟信号峰峰值有 1.76 伏，已经超过了 N300 能承受的 1.55 伏。所以我一边扫描一边降低音量，最后确定音量在82的时候，模拟输出是 1.28 伏的峰峰值，这样我就可以保证发送给 N300 的模拟信号不会让它过载失真。准备好你的耳机，最好别用手机外放。我会播放2段完整的视听音乐。
我这里室温现在有31度，故意没有开空调。刚刚让它大功率工作，现在看看它的温度，还是机箱背面的温度最高，在 USB 口这里温度有 47.8 度。面盖是塑料的，用料相当厚实。这是它最薄的地方，厚度有 2.42 毫米。导向孔的连接处有密封垫。导向管是两半合体的结构，从挤出的这个料可以猜到应该是超声波焊接。这是导向管的截面，厚度有 2.36 毫米。背板的插座也有密封垫，这个要给一个好评，里面的连接件是焊接的，不会因为时间久了接触不良。背板和导向管一样是塑料材质，硬度比较大。切开以后最薄的地方有3毫米。面板的重量有 37.5 克，背板的重量有 60.6 克，导向管的重量有 34.9 克，背板的连接处也有密封垫，喇叭的引线上面有减震海绵，里面有一块吸音棉。喇叭的引线也是焊接在一起的。低音喇叭的引线也是焊接在一起的。1寸的丝绢膜球顶高音喇叭，音圈直径20毫米。3寸的铝硼中低音，音圈直径26毫米。磁钢底座的直径7厘米，橡皮边摸起来很柔软细腻。振膜确实是一层铝箔。厚度有 0.12 毫米。箱体目测是高密度板，前面板的厚度有 12.2 毫米。四周的板子有 9.15 毫米厚，木质箱体有520克重。触控面板是这样镶嵌在顶板上的，所以我们能看到透光。导向管这里做了防震粘胶。电路板内部的做工很细致，
这里是蓝牙的天线，输入接口这里也有密封垫，这3个是它的输入输出端子。电源线用的特别粗，虽然用不了这么粗，但是很结实。这个是它的蓝牙模块，旁边这个 TAS5822，这是德州仪器的35瓦的低类放大器。中间这个芯片 FT32F030F 是辉芒威的32位单片机，用来处理操作逻辑。这里还有一个 TAS5822，所以这个音箱用的是数字分频，2个高音占用1对立体声，2个中低音又占用1对立体声，总共是4个声道输出。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功率输出写的是高音15瓦加15瓦，中低音18瓦加18瓦。从拆解的结果看 ，N300 的做工和用料都是足够的，所以它在这么小的箱体能做出这么大的音量输出，跟它的用料和设计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刚才的每一个测试我都做了阶段性的总结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这个价格700多的桌面音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它体积小巧，功率强劲，音质不错，内部做工真材实料。用它打游戏、看电影，它都能够给你足够的震撼。你觉得它怎么样？好了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